欢迎来到频道 Daily Star News， 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涵盖以下内容：红发赵丽颖，杂志封面，每一个舞台都是新的你。一头红发的赵丽颖登上了 Artist 杂志的封面，是什么让赵丽颖如此惊艳？总是不断挑战别人对她认知的局限。在《千花之谷》和《明兰传奇》中，她一直给人以可爱温柔的形象。然而，事实上，她有自己的胸骨，她并不愿意停留在昔日的辉煌中。一步一步，她脚踏实地，成为她想成为的人。她固执而有韧性，尽管她并不被人看好。每一次前行，她都不怕别人的批评。她或许曾经迷茫过，但她依然坚定地向前迈进，打破局限。赵丽颖也因为她的农村出身和质朴的外表而受到嘲笑，但是她从不揣测丑闻，也不依附于别人。她有着黑曜石般的眼睛，纯净明亮，但也坚定。这样的眼睛不会带着黑暗，只会将不愉快的东西反射出去。上一次她还是脏辫的白眼线，这次她变成了新的自己。短短一两天，她就变成了红发女郎，时刻挑战着人们对她的认知。红发女郎的表情是火焰，炽热的太阳，是公然企图夺取你的注意力。火焰很像她，是她，不在乎别人怎么想，只要勇敢去做就行。最难对付的不是比自己强大100倍的敌人，而是自己顽固的自己。最强大、最温柔的力量来自内心。独立勇敢，赵丽颖的风格是她自己的，我们将看到她的未来。接下来就是影保美图的时间了。用网友的话来说，这张照片是她遇见了火焰，接住了，成为了最吸睛的烟花。赵丽颖最新封面出炉，女团风的红发造型好霸气，披着一头长长的红发，一袭性感又时髦的穿搭，影保又一次突破和尝试。每种风格都令人惊叹，并做出声明，又甜又辣。红色很适合赵丽颖，赵丽颖真的可以完美驾驭任何造型。乍一看，像是新一代女团的领头羊。有网友评论说，赵丽颖现在的颜值比一个好。赵丽颖这几天的演技，相信大家有目共睹，而且她的观众缘一直都很好。近日，赵丽颖登上新一期 Artist 的封面，挑战红头巾造型，潇洒前卫，大胆突破。她引起了观众的注意。照片中的赵丽颖女团红发造型甜美又火辣，她身穿浅蓝色细吊带，搭配公主剪裁，红发红唇，神情冷峻，疯狂的一批美女，真喜欢角色女主。赵丽颖不愧是神仙身姿，天下巅峰。其实红色造型也不是完全不可取，信不信由你。看看赵丽颖这次的红发造型，简直是太精致华丽了，这种状态根本不是当妈的一半。02实际情况是，你可以找到很多期待节目的人，现在它正在播出。《冰与之火》这部剧终于开播了，近2年该剧被频频提及，却鲜有准确消息。这部剧播出后，该剧的评论区几乎总是赞不绝口。观众对这个节目的假设并没有被挫败，强大的合作伙伴阵容中也没有曲线球。根据持续的能量，《冰与火》节目可能会变成今年的药物模范敌人。鉴于之前已经沟通过的剧情，《冰与火》这部剧充满了认真。尽管该节目的名称不被某些人群所感知，但它可以部分重复情节。看这部剧的时候，一开始就被电影般的画面、脆弱的场景记录和精心制作的气候所感动，不禁让人想起《破冰行动》。说实话，这个节目的掌门人就是曾经协调过《破冰行动》的傅东宇。2场秀有一种堪称业界顶级的画面感。更何况，与《破冰行动》相比，傅东宇在这部剧中又取得了一次飞跃。假设从前的大风之夜在无数人群的记忆中还是新鲜的，那么到时候《冰与火》就靠一个人来炫耀众人了。很难说风格更好，
但傅冬雨的协调水平显然更接地气。《冰雪奇缘》的情节特别耐人寻味，双重暗示的设定让观众精神焕发，热血青年的对比设定又不会让观众感到疲惫。故事围绕吴镇峰和陈宇两个角色展开，他们原本是异性的兄弟姐妹，但在追逐中走向不同的方向。事后多年，他们俩都无意中加入了柜台药品业务。他们在互相怀疑的同时，也牵手对抗可怕的药物团伙。这也是很多观众都知道的《冰雪奇缘》还是王一博顶级地位的结果。他的每一部作品都可以引人深思。在这部作品中，王一博一次又一次地展现了他的团结。他扮演了工作环境中的新人陈宇的角色。作为一名少年警察，他有一张绿色的脸和浅薄的洞察力。这样的人经常是众多节目中的惯子，而王一博在本次节目中的表现却是完全值得期待的。平心而论，年轻人扮演年轻的角色是一个很好的游戏计划，但话说回来，年轻的艺人由于他们的表演经验较少，通常会在描绘工作时使用很大的力量，所以年轻的艺人被描绘出来作为一个笨拙的人。陈宇的工作可以看作是一种有效的形式。从这份工作中，我们可以感受到年轻人的不幸和迟缓，同时我们也能清晰地感受到陈宇心中不灭的期待。事实上，通过对陈宇的工作进行详尽的剖析，我们可以看出他不仅仅是年轻无知，他以极其精明的方式表达了他的热情。年轻时与同伴一起长大，立志成为一名警察，但在警察基金会期间，他看到同伴因药物死亡。这些场景构成了他人格的基础，也使他更有可能承认个人在社会阴暗面的不幸中，并从不幸中获益。与陈宇有关的是陈晓饰演的吴镇峰。这份工作是一个家庭被抹杀的悲伤人物，他和陈宇的工作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分化。在这部剧中，陈晓交出了自己以往的精彩画面，粗犷的脸庞让观众感受到了吴镇峰最初的性格。可以说，吴镇峰和陈宇可以看作是一个人的积极和悲观的一面，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与众不同的画面。很多观众在第一次看这部剧的时候，都会觉得陈宇的性格有点脱离剧情。剧中人物对比鲜明，陈宇的性格着实不急于给观众带来足够的压力。无论如何，在多看几集之后，我们可以观察到陈宇并不是在剧情之外，而是他的性格是一种信任的形象。他是剧中好角色的各种积极感情，他真正解决了可敬的希望和热情。正如我所看到的，《冰与渔火》节目可以被视为正在进行的药物敌人节目的代表作品之一。无论是场景规划还是人物刻画，这部剧都超越了观众的想象。对于艺人来说，这项工作完成正在进行的成果是明智的。考虑到所有因素，如此丰富的设置每年必须看到不止一次。你看过这个节目吗？